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相信唔少人都會認同，貓唔係用好多時間瞓覺，就係成日都無所事事㗎啦。不過就有啲主人會好擔心，其實係咪因為佢哋太悶，長期缺乏刺激咋？究竟佢哋隻貓係本身性格就咁靜，定其實已經悶到冇晒癮呢？有人可能會話，簡單養多隻貓就唔使諗咁多啦。但如果主人負擔唔起，又或者屋企環境唔適合，咁呢個建議就根本行唔通咯。今集我哋唔係想深究點樣去判斷一隻貓究竟係悶、寂寞定係焦慮，反而主要想透過3個喺貓身中好常見嘅處境，分享下唔同價值觀嘅主人會點樣處理佢哋隻貓嘅孤獨或者寂寞感啊！希望可以俾大家一個實用嘅參考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正式入題前，想先提一提大家，就算你發現你屋企隻貓有齊專家所講嘅寂寞反應，例如夜晚亂嗌、成日匿埋、唔玩唔食、過度舔毛、破壞，甚至會咬埋你，都唔好第一時間用餵食嚟安撫佢啊！因為一旦佢習慣咗一嗌你就有得食，問題只會越嚟越嚴重㗎。失去同伴的貓。我第一隻貓去咗彩虹橋之後，第二隻貓就開始晚晚喺廳度大叫啦。佢以前從來冇試過咁做㗎，見佢咁傷心，我哋就喺第一隻貓過身2個星期內收養咗一隻喺附近地盤發現嘅貓仔。結果佢哋2個好快就變得好老友，仲好鍾意對方添。如果有主人想避免類似嘅情況，我會建議可以先養一隻年紀大啲嘅貓，再帶一隻細貓返屋企，慢慢俾時間佢哋互相熟絡。因為細貓通常冇咩地盤意識，仲會主動撩玩，硬闖入另一隻貓嘅世界，搞到對方都冇得唔接受佢啦。我一直都堅持會同屋企啲貓做個簡單嘅告別儀式㗎，俾佢哋有機會見到已過咗身嘅朋友。咁做係因為我最初養貓嘅時候，我冇俾到另一隻貓見返佢嘅同伴啊。當時獸醫係直接幫我送去火化。之後我發現我隻貓成日喺屋企四圍行，沿住有氣味嘅貓籠周圍聞，一路係咁喊。當時我真係覺得好內疚啊。後嚟累積咗幾次經驗，我發覺如果俾隻貓見到同伴嘅遺體，佢哋通常會快啲接受個現實。我試過有隻細貓第一次見到老貓嘅遺體時，雖然有啲驚，但幾日後就恢復正常啦。所以我覺得，就算我啲貓同過身嗰隻貓關係唔係特別好，但俾佢哋見返對方嘅遺體，至少佢哋會明白，唔係我送走隻貓啊，佢亦都冇走失到，只係佢真係離開咗我哋啦。我認為唔係所有貓都需要個伴咯。我敢肯定，我隻貓最想嘅，可能係我突然發咗達，買間大屋，有個私人花園俾佢四圍走。但呢啲現實係冇可能噶嘛，所以對於控制唔到嘅嘢，我唔會覺得內疚咯。同樣道理，如果有人負擔唔到養第二隻貓，或者屋企又冇位養多隻，都唔應該因為冇養到而覺得自責咯。當然，養多隻貓都有佢嘅好處，好似我就一直都養開2-3隻貓。過去2年，我嗰3隻老貓相繼過身，當其中一隻過身之後，我同另一隻貓依然可以互相依賴同支持。當然最好就係養一隻年紀大啲嘅貓，再加一隻細貓，咁樣就可以喺2隻貓晚年嘅時候提供到俾佢哋安靜休息嘅空間。一隻在家的貓。我第一隻貓嘅日常生活基本上就係瞓醒、食嘢，由一間房行到去另一間房，再坐低，跟住又瞓過。老實講，我知道佢未必會諗咁多嘢，但我自己就連睇佢都覺得好悶啊，戥佢好難過咯。所以我之後養咗第2隻貓嚟陪佢，佢真係完全唔介意啊。只不過就當呢隻新貓係透明咯。所以我又再試養埋第3隻貓嚟陪佢，因為佢睇落真係好似悶到就嚟發癲咁啊。結果呢，我依家有3隻貓啦。
但佢哋除咗好間中會好激動咁追住對方之外，大部分時間都係各自各瞓覺同望窗。佢哋成日都喺同一間房度，但實際上真係好少互動嘅。我而家呢隻貓養咗5年啦，一直都係屋企嘅獨生女。平時佢好安靜㗎，幾乎唔會亂嗌，但只要我一出門口，就可以聽到佢好大聲咁喵喵叫，把聲去到走廊盡頭嘅電梯口都仲聽到，真係好心噏啊！當時我成日喺度掙扎，諗緊應唔應該再養多隻貓陪佢呢？我好擔心養咗佢咁耐，突然屋企多隻貓會令佢好大壓力，甚至妒忌。加上我好驚，萬一搞唔掂，到時要退返隻貓去收容所，咁對新貓都好唔公平啫。不過最後我都係決定咁做。好彩第2隻貓性格好親人啊，佢嚟咗之後真係幫到第1隻貓慢慢走出自己嘅世界。而家第1隻貓嘅分離焦慮都好咗90%啦。如果有主人有類似情況，可以考慮認真諗下，揀隻性格最適合你隻貓嘅，成功機會會大好多㗎。我以前有一隻老貓，搬咗新屋之後，佢好似完全接受唔到新環境，一直匿埋喺地牢，幾乎冇再翻上嚟啊。平時淨係為咗食嘢同飲水先會偷偷咁上樓，但好快又會走翻落去匿埋。我要好間中先見到佢一眼，因為佢完全唔俾我埋身啊。夜晚仲會好傷心咁喺度喊。我估可能因為以前住嗰度有其他貓可以陪佢，而家新屋就得翻佢自己。之後偶然有個機會，我救咗一隻細貓。當時我好希望佢嘅出現可以氹翻我隻老貓啦。反正呢隻細貓我點都打算要救嘅，所以我覺得咁做冇咩問題啊。結果呢招真係有效，我隻老貓好快就同細貓建立咗感情，仲開始再次信任翻我，慢慢恢復翻以前咁樣啊。後嚟我又再一次搬屋，但今次成件事順利好多啦。佢哋冇咩心理創傷，因為大家已經互相有個照應啦。身邊有伴的貓。我屋企養咗幾隻貓，但佢哋一直都相處得唔係咁好，感覺上好似只係大家忍緊對方咁。特別係屋企隻老貓，最近夜晚成日喺度喊，仲會攬住啲嘢四圍行，好似想話俾我知佢好孤單，好唔開心啊。但好多時我都已經瞓到迷迷糊糊，冇辦法即刻走過去抱住佢啊。之後我諗，不如試下令佢安心啲啦，就將佢張床搬到去貼近我哋張床，又開埋睡房度門。只要一聽到佢嘅喊聲，我就會出聲去安慰佢啦。自從佢知道我只係瞓咗覺，隨時可以上嚟同我哋一齊瞓之後，佢就再冇夜晚喊過啦。我隻貓只要我一唔喺屋企，就會唔開心噶啦。就算屋企有好多人喺度都會咁，佢仲會好大聲喊。如果我只係去咗另一間房閂埋門，佢都會喊住咁去撞門，真係好誇張㗎。但對其他人呢，佢完全唔會咁㗎，真係淨係對我先咁樣。我覺得佢有焦慮嘅，我諗我應該係佢唯一嘅安全感。我喺屋企嘅時候，佢成日跟住我，瞓喺我個身度，仲會將玩具拎到我間房度等我陪佢玩。雖然屋企有其他人陪佢，有時仲會餵佢食嘢，但佢淨係對我先咁咯。我覺得佢絕對唔會因為係孤獨，而係我同佢之間就係有種特別嘅聯繫。總之我唔喺度，佢就會焦慮啦。順帶一提，之前我試過帶佢去睇獸醫，開咗藥俾佢，但無論用咩方法，餵藥嘅過程對佢嚟講仲更加緊張咯。有次我病咗，要喺醫院住成12日。喺第4日，我阿媽話我隻貓開始有啲唔妥，成日喺屋企行嚟行去，又係咁喵喵叫。到咗第7日，佢發現隻貓食好少嘢，去到第10日，直頭完全唔肯食嘢。我當時壓力大到同醫生講話，如果2日後我隻貓仲唔食嘢，我就要出院啦。好彩去到第12日，我身體終於好返啲，可以出院。而我隻貓已經2日冇食過嘢啦。我出院返到屋企之後，頭1個星期佢幾乎全程黐住我，直到差唔多1個月之後，佢先恢復返正常。
不過每次我一出門口要去覆診，佢就會對住個窗慘叫成半個鐘啦。一聽到我架車返嚟嘅時候，當我一開門，佢就會對住我大叫，想我即刻去摸佢咁咯。睇完以上主人嘅分享，如果你都幾擔心隻貓會覺得悶或者寂寞，諗緊想養多一隻或者試下其他方法，不妨諗深一層。貓嘅一生其實好多時間都係活在當下，專心觀察同感受周圍嘅世界。呢種狀態唔等於係我哋人類理解嘅悶。養多隻貓有時真係幫到手，但唔代表一定得。始終每隻貓性格都唔同，有啲好受落身嘅朋友，有啲就寧願自己一個。不過無論你點決定，對貓嚟講最重要嘅始終係有個溫暖嘅屋企，有主人嘅愛錫同照顧。就算有啲貓天生比較獨立，但大多數時候佢哋心底都係希望你可以留喺身邊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